接下来谢先生稍微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说对方律师跟对方的证人怎么样在你背后搞鬼？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向法官做了一些陈述是错误误导性的。我需要澄清，他这些错误并不是在我背后，他是在他的 defend and counter claim， 一直到 re-amended defend and counter claim， 都写了这些谎言在里面。在我558案件的时候，我的代表律师也指出了这些错误和这些谎言的。他就是拒绝正面答复这些错误和谎言，而一直就使用这些错误和谎言，最终得到了胜利。这些东西都存在这些法律文件里面。我上一届的访谈里面，你不是提到说有一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你后来不相信他的说法，然后去提取法庭的那个记录。对，这些东西就是你原先发生的时候你并不知道的，在你背后搞鬼的。你说的这个事件是在taxation 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他要122万的 taxation， 所以他就说这个在他的appeal 上诉他上诉against 我们 second strike off， 我们对他的 second strike off 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听审的法官只是他把案件变成从一个案件变成了三个 case， 因此所以他就提出了3个 case 的收费，而导致了这个122万。这是我在 taxation。你的意思是说，他讲有一个法官曾经指示他把案件分割为3，所以他要收3倍的律师费。他是用这个理由借口在这个法官的这个指示，后来你证明查阅记录是不存在的，是吗？对，当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就质问他，请他提供有关的证明这个法官当时有这样的指示。他给我答复说，我的说法不正确，可是在他的 taxation 里面，他已经明确的把案件分成了3 cases。之后呢，我得不到他的答案之后，我就到了 registrar 那边去查阅当时的 in chamber hearing， 去主簿官查内堂记录，对吗？对，我把当天的内堂记录不能复印，我把它手抄了，然后呢，已经提供到这一次的案件的证明里面说，证明他在撒谎，当时法官并没有这样指示。不止这个事情，他当时还用谎言来蒙骗了法官，允许他 appeal 成功，所以继续能打下去。不然的话，当时他已经被第2次 strike off 了。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哦，因为如果有那个律师可以撒这种谎，就是说假冒法官的指示，假冒等于假冒停令了嘛，就是说法官没有下这种指示，他却胆敢狐假虎威，假传圣旨了嘞，这个是很严重的伪造罪的。法庭被这样子蒙骗，法庭却不感兴趣，不想去翻案，不想去把这个事情挖出来惩罚这个搞鬼的人的话，这法院本身，你说他很注重他自己的威严或者面子，或者他的形象，这个就不符合了嘛，对吗？怎么人可以冒用法官的指示
冒称法官的指示，捏造，再误导下一个法官，然后这样蒙骗可以过关，不当一回事，法官也知道了也不当这回事，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很难接受，可以这样吗？我希望事情不是这样子，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给法院了，他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脑筋来看，就是很明确的证据，很明确证明出来。对，而且已经提出新的案子来诉讼这个，对吗？那我希望这一次呢，法官会接受你新的案子的机会，把错误承认、纠正它，把那个就是有人误导法庭、蒙骗的这些东西搞清楚。有人犯法的话，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不能轻易的就让人家刻意妨碍司法的公正，蒙蒙骗骗、混混、搞鬼。在证据明确的时候，如果还有法官是不追究的，那就真的是包青天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谢先生，你还有什么东西补充呢？我也希望这次法院能够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还我们一个清白，把这个案件正确的处理。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子呢，我不会罢休的。就是把公正还给你了。对，因为他并非刑事上判你有什么罪，所以不是说不清白了。这个应该是说，就蒙了你那个冤，让你在这个民事诉讼里面吃很大的亏了，是吗？对方开始的时候是指责我诈骗，而我是受害者。对，对方指责你诈骗。对，法庭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恶人可以先告状，但是这笔钱就是你的母亲的血汗钱啊，他要靠这笔钱养老治病，是吧？你父母的血汗钱。是我父母的棺材本，我的部分也是我工作了很多年累积的储蓄，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我上一节好像我们录英语的那个部分就是因为你的母亲介绍的方式，说他是10万，法官讲他20万，这造成有一些可能人家搞了很懵，听了不明白。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到底10万是他的，变成怎么样变成20万？到底是不见掉的是什么部分？好，我母亲在这个项目里面投了她本身的10万。这是有凭有据的，有银行的cashier order， 也有银行的 passport printout 来证明。我呢在这里投资了326467块。你的是你的，对，你母亲的是你母亲。对，我的部分呢，其中有10万是当时我这个搭档借给我的，可是呢我也还了他了。这错误就在这个10万里面，我还给他的这部分，因为他想遮盖了我投资的金额被漏掉，所以他只好把我还他这部分说他是在我的母亲的名下，而也顺便把我被遗漏掉的那部分说在我母亲的名下，这都是谎言。这个账是不能够作假的，数字是不能够作假的，这些证据我都已经提供了。所以这个矛盾是在于说，你有一些股份是你放进钱进去，没有获得股份不见了，然后把这个你不见掉的30万，把一部分说成委托在你的母亲的名下，然后再说。就是法官判他要把他的割出来给你，对，就是误会在这边是吧？对，明白。要这个补偿，还有什么
补充的地方吗？我们下一次我可以很详细的把有关的文件，和这一次递了上去的显示给大家看，这样子就会很清楚了。对，可能公众不需要看太仔细的繁琐的证据了，你把大意跟蒙受什么冤提出来，这些详细细节呢，就是你已经提取在案件里面，对，就把它让它成为案件里面的证据，就让法官去看这些详细的部分。对，那错漏什么东西，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个纠正。这些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案件呢，有什么委屈、冤屈这些不对错漏的地方，我们都把它指出来。也我想顺带的提一下，就是说你的母亲是我所知道的人里面年纪最大的，有去芳林公园示威的最年长的一个新加坡公民。我母亲80岁了，她陪过我去芳林公园。对，我就听说这个事情。那么你去芳林公园申冤挂这些布条申冤的那个，是不是有人把这个照片传到法庭上去了？对，就是我对方的律师嘛。他把他 download 了之后打印出来递了上法院。他想替你申冤吗？不是，他要给法院知道，我是叛逆的，我是不遵守法院的宣判的，我是无理的。他是用这样的角度，他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人蒙受了冤，敢去把冤屈抖出来，像给公众知道的话呢，那这样就是等于冒犯法庭，冒犯法庭的权威。他希望呢，把你所做的这个事拿出来去触怒那个法官，弄得对你更不利的判决。如果这样能够行得通，那显示说这样做的这个律师呢，很清楚，法官、法庭会很维护自己的威严跟虚名，不是实质的名，来使用权力来镇压掉你想申冤的实况。我要完全颠倒的说，如果法官自己知道法院判错案冤案，愿意承认，愿意公开，愿意纠正它，才会受人尊重，才会公正廉明。如果用权威镇压人，有冤不让人家说出来，恐吓去对付谁想把这个东西说出来，那就是这样子，那是包青天的反义词，这就根本不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法律。所以你的案呢，现在还在法官的手中，他们还有机会去纠正。那么有一些情形是还不算太迟，我觉得只要案是有冤，就算人已经被处死了，刚才我讲台湾的例子一样，受冤的人都处死了，他还是应该证明平冤，还是要还他清白，不能绝对没有太迟了，有错必须纠正，才会是公正严明的法庭。如果维护虚名，维护一时的面子，不愿意承认，继续的镇压，要人犯了错，要人家去承担，用程序说这是终审了，不能够再审，明明是错了，你还不要再犯，这不会受任何人尊敬。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对吧？我希望最后能够把真相弄清楚。我觉得新加坡呢
有很多这类的事情呢，没有几个人愿意像谢先生这样坚持到底。很多人吃了亏，哎，算了，我不想再花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我失去信心，我就打退堂鼓，挨了牙子就吃了这个黄连，就不再出声，就让他们继续对外说我们是最先进、最平等、最公正、最高尚的法院，就继续去用这样的方式作假，这个是很要不得。我老实的说，我自己有很多案件在新加坡的法庭被处理，都是我本身蒙的冤的案件数目比谢先生多，我本身没有去特别怎样追究我自己所蒙的冤，倒是我在替像谢先生这种案子去分解、去追求他们所蒙的冤。我所知道，好像我的老朋友，就是刚才谢先生所提到的，惹耶热兰先生，已故惹耶热兰先生。惹耶先生本身是最高法院主顾官，地方法院法官，资深的律师，他还是国会立法议员。伦敦枢密院的判决说，新加坡的司法让惹耶先生蒙受了很多冤。惹耶先生的儿子也当过非常多年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像惹耶先生这样的本事、资格、背景，他都在新加坡的司法里面可以蒙受冤屈，那何况我，何况你我？这事情就是这样子。我所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所讲的是伦敦枢密院的判决书所提到的。如果像惹耶先生在法律上有这么几十年的老资格知识，甚至是立法议员当过法官，他都可以蒙冤，那么我们小市民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有待改善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要浪得虚名说我们是很完美的司法，这些假象，把问题拿出来纠正了，也许比较能够获得老百姓的尊敬。我的意见就是这样。那么谢先生，你的下一次我们再安排一次采访你，可能再请你的母亲来接受访谈一次。好的，我们估计多一个星期再录多一次访谈，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在此，我跟我母亲表示非常感激你，提供我们一个机会来说出我们的冤。对对，谢谢。其实，在新加坡主流媒体这些，他们都不愿意开罪于法庭，把百姓认为冤错的事情报道出来。我相信这方面你有去尝试过吧？媒体接触过有吗？不只是媒体，连律师都是这样的。连律师，就是你愿意出钱聘请他，他都不愿意接受你的委托，就是认为很容易得罪上面，所以不敢帮你。对。所以媒体你肯定找过了，律师你也找过，所以到处都碰到这种情况。对。这就是新加坡所谓完美的司法里面的一些实况我很愿意把这种东西暴露出来。如果你们有知道怎么样的冤案，只要你讲实话，我都愿意接受你们的案子，就是录类似这样这个节目一样的访谈，让你有机会像网际网络的媒体
的观众民众诉说讲出，记者不愿意报，法庭甚至把记录都埋没掉、淹没掉，审讯记录都可以被淹没掉的这种东西，网际网络让你还有一个机会，所以你们有约，只要你愿意讲实话、敢讲，都可以上我的节目。如果你不想抛头露面，那我就安排你戴着一个面罩，或者在帘幕的后面接受访谈，这都可以安排的。你们有需要就跟我联系，我的 email 会放在这个字幕上。谢谢各位，谢谢。